Hello， 大家好。上一次就是杨市场，我们一起做了一个视频嘛，然后流量还可以，很多朋友有非常多的问题想问杨市长，然后我大概整理了10个问题，问的比较多的问题，然后今天就来回复一下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我们那个拍视频的时候，不是在喝啤酒嘛？很多人就问，在澳洲喝啤酒可以开车吗？算酒驾吗？要不你来说吧。它有个标准，不能超过0.05，这个应该是1.3还是多少？应该对1.3，我可以喝差不多2个，这个就2个以下就可以了，超过这个就他帮你就两瓶嘛，喝2瓶没问题。那红酒的话，差不多就喝1杯。那当然是酒精越多，你得喝的越少。如果你超了一点点时长被警察抓到以后，你喝点水，等一下再测过了也可以。这个对吧？最好别搞更多的。好，然后这第一个问题问的比较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你管理的市只有10几万人，那很多中国的网友他们的概念就是按照人口来计算的话，在他们家乡只相当于一个镇、一个乡、一个街道、一个居委会或者是一个县。说什么都有这算是一个概念吗？就是说关于那个人口来计算的话，当然，中国和国外不好比，2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一样。中国好像7层政府，从县到中央可能6个7个吧，我们只有3个，一个是中央，第2个是州政府，第3个是地方政府，就这3个。然后人数，澳大利亚的人数本来就是一个北京市吧，一个上海市吧，一个广州市。对。这个概念就是光从人口来比是没法去比。好，第3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留言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当时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说，他说不光我们吐槽我们的教育，连老外考英语都才考了64分，瞬间，我觉得我的儿子考不及格也不是那么不可原谅。我看过这个，难怪我的英语学不好，连老外都考不好，我怎么学得好这个你怎么看？这个就是考试的制度吧。从古代以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考试制度都是比较严格的。那么，我觉得你把重点不要放在考试上，你把它放在学会，那么学会就行了。但是就是中国不是古代是科举制度吗？一样，就是有时候你光为了准备考试也不是支持，所以我觉得没关系，你考一个64%，这可能是这个考试这个制度的问题，你就自己去学就行了，所以不要太在意考试了，没关系。你看我第一次考了一个韩语水平考试，我是没准备了，什么都没准备就去了，考了一个0，好，第2次考了，看了个3，3次考了7，第4次考了9，所以就是你不用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我失败了，就第一次作为一个试验，就去学。所以你看，如果我建议他呢，可以再坚持一下，然后呢再说，我们往往想把一个人的生活归纳在一个考试里是不可能的。你考个64也怕什么呢？这并不代表你不会什么，并不说明你聪明。对，只是中国的应试教育嘛，就是说你如果考试考不好，就读不了好的大学。我们也有一个应试教育，但是我觉得这个你看生活，你看中国有高考，我们也有高考，对吧？但是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但现在就是在这里，如果你想当医生，然后你考不上，第一次考不上去，你还可以换一个方法，你可以先去大学学一个医疗有关系的专科，然后再从那边再绕进去了。好，那我们就下一个问题就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花了3年学语言，再花了4年学中国历史，中国人因为都不太想学的一个专业，再花了几年学那个国际政治学，就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学中国的古代史？我觉得我本来就是我喜欢历史，然后我是爱好出发的。那么我觉得历史也是，很多人觉得历史，有的人会说历史没有用，是故事，它不是故事。如果你想知道现在的世界，你得了解过去的世界。如果你不了解过去的世界，你能了解未来吗？它是一条线都连在一起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说我老是以一个中国思维来看待澳洲问题做视频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不了解澳洲的朋友来看，所以说才会以一个中国的思维来问杨市长很多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再说下个问题，就是
有的网友让你去中国从政当官，你愿意吗？但是有2个问题哈，一个是我们中国好像没有外国人当官了啊，第二个就是你得去参加那个公务员的考试，我估计这考试你考不过啊。如果说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我已经在这已经很不容易上去了，我在这里投资巨大，我也不想换，我是澳大利亚国籍的人，对吧？那么我相信中国人也不缺领导，也不缺这个具备领导的能力的人。其实我上了北大的一个课，我是心理学的一个课，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当时是总统是胡锦涛，然后这老师就问学生说：“你有这能力当总理或者是总统吗？”有的人说啊，我不行。老师就告诉我们，他行你也行。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也有一定的一个自信，然后其实一边做一边学，对吧？就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游泳，会。那么你一开始游是不是不会的？对，开始是不是一样？那就是你越游你越会。我觉得跟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做政治也是一样的。而且哈，就算是杨市长想在中国从政的话，也不行，因为必须得，也不像澳洲哈。如果说他开一个频道，有很多网友都给他投票，让他从政当市长，我这个也行不通哈。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就来进入下一个问题。我现在的目标是能当这个澳大利亚的第8首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别说去中国去参政了。别笑我啊！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澳大利亚为什么处处跟随美国，与中国为敌？中国对澳洲也没有干什么啊？这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时候哈，是因为互联网在中国视频审核的问题，我们讲话也不能讲得太多了，就大家点到为止吧，自己去想吧。然后，市长，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好回答呀？你的问题的核心是为什么澳大利亚跟澳大利亚跟美国是比较近？对。那如果你要从历史要看，我给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39年的，1941年的，日本就开始疯狂的占领那个东南亚吧，对吧？中国应该知道，因为它是1937年已经开始打中国的。对。那么1941年就开始打我们了。当时我们的保护，我们是一个殖民地，当时是一个殖民地，现在其实也可能是也是半一个殖民地。我们的保护伞是英国，忙不过来了，保护不了了。那么正好日本先打了什么？打了谁了？日本打了美国吧，珍珠港吧。所以珍珠港自动的就成了一个盟友嘛。所以这个盟友关系已经从1941年维持到现在。对，其实简单来说就是2战的时候，因为英国帮不上忙，然后后来是美国帮忙，然后来救澳洲。所以说就是我们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当时的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对。所以我们很多条约和这个训练，当时从这个已经习惯了。我们再说一个层次，语言也是一样。还有呢，第3个方面应该是美国的软实力，对吧？它很多电影吧，都是你看我们今天去看电影呢，我跟你说80%以上的电影都是来自美国的。那如果你老看美国的电影，你以后就也变成半个美国人了。所以现在美国不是有52个州吗？有人开玩笑说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第53个州。这个再说还有第4个方面。澳大利亚是这个人，他是缺乏这个自信。我觉得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到这个完全能有独立思想的一个层面。当他有了，他也许可以学瑞士模式，就是说我发展我自己的实力。现在澳大利亚又没有这个自信，又不想投资这个方面，他怕花很多钱吗？所以他还是依赖美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想的是，时间长了之后，随着美国势力的往下走，那么澳大利亚自然就是要自己依靠自己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好，那下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很多网友也祝福哈你以后能当上澳洲的总理，来改善中国和澳洲的关系。好，然后就想问，如果你当上了澳洲总理，你会怎么来处理中国和澳洲的关系？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喇叭外交。比如说，我看你不顺眼，我打个大喇叭，我说大家，我对你不满意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告诉大家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现在就是为了，我想的是这样，这个阶段是现在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出问题了。新冠肺炎来了之前，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变慢了，应该是债务的问题。那么新冠肺炎来了之后呢，
就像债务是一个气球，这个渣是这个新冠肺炎，炸了之后呢，政治家急了吧？他就是说，他可能要就是为了政治国内的需求，我们要找一些谁这个问题是谁啊？是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你别看澳大利亚和中国，你看最近很多国家有摩擦，你看印度和中国，你看日本和中国，日本和韩国这几年也摩擦的挺厉害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以色列和伊朗，就是国家和国家都是自然会有矛盾，但是我觉得就是澳大利亚和你别看这个摩擦，我觉得澳大利亚和中国就像这个锅，对吧？一边，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在一起的，我们是弥补性的挺长的，一个是辣，一个是不辣。那么那辣对还是不辣对，这个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但是我觉得从一个经济的这个关系来说，弥补性非常强的，所以这个自然应该不会处理一个地缘关系的。但是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国实力不是最强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也在中间，就是为了符合他们的利益，会做一些事情了。所以就是我们的最高领导有时候，说白了就是缺乏自信。他总觉得他依靠不了他自己，非得找一个大哥。那么我觉得，如果是我会军费可以投资没问题的，但是你得依靠你自己的。你老从另外一个国家买他们的最先进的武器，这个武器是你的吗？还是对方的武器？假如呢，我们买这个 F-35吧，每天我们跟美国不爽快，就像伊朗之前买的这个 F-15嘛。当伊朗和美国谈崩了的时候，美国说这个零件我不给你了。所以其实很多方面你得依靠你自己。这个澳大利亚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澳大利亚现在很奇怪，又是从经济上是依靠美国，但是军事上依靠美国的，这个是长期我估计是维持不了的。其实人全球都是一样，你把政治抛开了之后，人的基本的需求都是一样，都是要顾家，都要上班。都有爱心，我相信在全球这个迎接这个新冠肺炎的挑战，我们不要互相怪谁错谁对，我们要就是最好的处理今天。我相信能处理今天处理好之后，才我们的孩子，你还没有孩子吧？但你有孩子，我有孩子，我们就想明天给他们了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学习环境，更好的环境，我相信所有人类的基本的需求都是一样。我今天我给你跟政治没关系。我今天去看了一个我们在澳大利亚有个公司，他们是有个机器人盖房子。我今天看了这个机器盖的房子特别特别快。我在想，我们以后的工作是不是会出很大的问题？或者是挑战。那么今天的工作，明天的工作会是什么样的？是那么就是去维修这个机器，还是就是我想的是这个我们人类经过几个革命的，一个是就是气的一个变化，一个气的一个革命，电子化的一个革命，还有第4个革命，他们说是信息化。那么第5个革命是不是？就是智能人工的一个机器化。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干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今天想的问题，这个可能更政治独特的一个问题。发挥一下大家的想象吧，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然后欢迎大家能点赞、转发、分享视频。因为杨市长他有时间，他也会看大家留言的，有什么话你就直接在评论里吧。好，拜拜，我们就吃饭了哈，太饿了。